欧美 No Sleep 系列那对老夫妻。我的名字是史蒂夫，那并不是我的真名，毕竟我还是希望可以匿名。我在一间连锁餐厅担任经理，我不会透露那餐厅的名字，但我们的菜单里有 Grand Slam。我在一周里有5天负责夜班，那时段并不算太糟，但有时候总是会有点漫长，尤其是在平日的时候。然而周末时段总会有很多人在早晨里面进来这里用餐，像是3周前有一堆喝得醉醺醺的青少年进来这儿，点了一堆食物，他们喝得烂醉，甚至跟其他的顾客打了起来，我必须介入他们，拉开彼此。大部分的时候其实一切都很平静，有一对老夫妻几乎每晚11点半左右都会进来这儿，他们并不多话，尤其是那老太太，完全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。那老公公永远都点一样的东西，炖牛肉加上马铃薯泥，配一杯无糖的冰茶。那老太太没有点过东西吃，她总是坐在那里看着她的先生用餐。我当时以为她只是来陪伴她的先生，但后来我渐渐地体悟到那整件事有多么的怪异。每晚的11点半，他们会走进门，那老公公会脱下帽子跟我打招呼，我会告知厨房准备好他的餐点，接着带着他的饮料给他。他总会喝一口后，坐在那里盯着他的太太看。我们的主厨称他大卫好了，他的理论是，他的太太曾经是个囚犯还是奴隶之类的，他的先生只是带着他到四处，让他有种优越感。大卫吸食很多大麻，在我工作的每一天似乎都是这样的。他们会进来这儿，我会指示厨房准备他的炖牛肉跟马铃薯泥，看着那老公公用餐，他的太太看着他吃东西。他们总会留给服务生，通常是我20元的小费，对我而言相当的好赚。那老人很好，他的名字是艾德温，但他的太太，我说过，从不开口说话。有一次，当我试着跟他说话时，艾德温总会盯着我看，像是我不应该跟他太太说话。那次之后，我就再也没有尝试跟他说话了。也许那听起来有点糟，但我还蛮喜欢，每晚都会有人给我20元的小费。在晚班的时候，我身兼经理跟服务生，有时候会有些棘手的情形，但我跟其他工作人员大卫还有另外一位服务生史蒂芬算是蛮称职的。我在新年前夕上班时，跟我预期的一样，餐厅里的情况很混乱，有一堆喝得烂醉的白痴。我的主管也没有安排好值班人员，就只有我们3位应付这人潮。我们已经试着以最快的速度送餐了，但我们所能做的有限。有些顾客等不到餐点就离开了，有些人不停地抱怨，但艾德温没有，他只是很有耐心地坐在那里等着他的餐点。当我为他送餐时，我不停地向他道歉，但他只是微笑了一下，递给我50元的小费，他点点头要我收下。那晚到后来总算平静了下来，我决定在15分钟的休息时间内跟艾德温道谢，跟他正式的自我介绍一下。先生您好，我是史蒂芬，我是这里的夜班经理跟服务生。今天的餐点如何？请问您有感到满意吗？有的，谢谢你，跟以往一样的美味。很好，我想亲自跟您谢谢您的好意，那小费对我来说意义重大。不用客气，我有注意到你们今天有多忙。我想你在新的一年值得一些更好的事物。我只是想要正式的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几乎每天都看着您进来这里用餐，但我们只对话过一次。您是艾德温，对吧？
是的，我叫艾德温·詹姆士·康克尔。好的，很高兴认识您，艾德温。我伸手握着他那又冰又皱的手，以一个80岁的老人来说，他的手挺有力的。先生，我一直都很好奇的是，您怎么会每晚都来这呢？抱歉，可以再说一次吗？我想他没有听到我说什么。您怎么会每晚都来这呢？艾德温坐在那，看着他的空盘子，再抬头看着我。说来话长，我不想要让你感到无趣。他停顿了一下。我跟我太太从这间餐厅开幕后，每晚都来这里看外头的风景，跟享用这里的餐点。我的太太去年过世了，但我决定我还是要延续这个传统。有时候我总觉得她就在我的隔壁。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，还是说些什么，只是盯着他看。他起身。你有看过我的太太伊瑟吗？我还没有回过神来，只是摇着头。他轻轻地拍了我的肩膀一下。那真可惜，她曾是个很美的女人。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，史蒂芬。我们明天见。他准备走出门时，我决定走向他。他停下脚步。艾德温，怎么了？我很遗憾。没事的，年轻人，谢谢你，还有谢谢你带给我的美食。麻烦你跟厨师说，他很厉害。我们握了手，我看着他跟他的太太离开这儿。我每晚都很期待看到艾德温。我希望他知道，无论他到了哪里，他还陪伴着他。故事说完了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朗读故事，欢迎在影片的右下按个喜欢，或是分享给你的朋友。想要听更多的故事，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。订阅之后记得按下铃铛按键，才能接受发片通知。我是米娜，那么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